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美国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投入实战，乌克兰本土炮弹生产线全线就绪。爱尔兰创纪录援助乌克兰，欧盟砸下15亿欧元，全面提速国防工业。开源飞行追踪数据显示，美军2架 EA-37B 电子攻击机飞抵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呼号分别为 AXI S41 与 ASI S43。这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平台。在作战中，他们不发射飞弹，而是通过电磁干扰让敌方雷达失效、无人机失控、防空系统失明，进而切断敌军的指挥网络。这2架飞机从英国亚利桑那州起飞，预计不会在英国待太久，下一步应该是转场至土耳其，加入针对伊朗的实施狂怒行动。如果成型，这将是 EA-37B 的首次实战部署。在中东战场上，美国放出新装备，而在乌俄战场上，乌克兰也在加紧步伐，弹药生产迎来关键突破。捷克防务集团 CSG 与乌克兰装甲车辆公司的合作已顺利完成技术转移，155毫米炮弹生产线已准备就绪。这项合作开始于2024年10月，原定2025年实现年产10万枚，2026年达30万枚的目标。CSG 方面表示，技术移交阶段已结束，乌克兰方面已具备必要的工程解决方案，可以随时启动批量生产，现在就等乌克兰下单。本土化生产的推进将有效提升乌克兰前线的补给稳定性，减少对外部军援的依赖。而在这种时候，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仍在持续加码。爱尔兰外交部长麦肯蒂4月1日在基辅宣布，爱尔兰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4030万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加上2月已拨付的2500万欧元能源基建援助，爱尔兰2026年对乌援助总额已经达到6500万欧元，创下乌俄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麦肯蒂强调，支持乌克兰将成为2026年下半年爱尔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先事项。与此同时，日本通过世界银行的乌克兰和平项目，向乌克兰拨付近13亿美元财政援助。这是日本在7国集团的乌克兰非常收入加速机制下为乌克兰送来的第2笔拨款。该机制主要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利润，计划为乌克兰筹集高达500亿美元的援助。算上这笔资金，日本对乌预算支持总额已超过107亿美元。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确认，资金已存入国家预算，将用于养老金、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支出。欧盟也不甘落后，一边加速防务工业整合，一边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欧盟委员会已经正式批准了欧洲国防工业工作计划，这项计划在欧洲国防工业计划框架下实施，旨在提升欧洲国防工业产能，并深化与乌克兰国防产业的合作，价值总额将达到15亿欧元，其中超过7亿欧元将用于提升反无人机系统、导弹和弹药的产能，还有2.6亿欧将通过乌克兰支持工具机制专门用于投资乌克兰与欧洲的防务合作项目，另有3.25亿欧元用于欧洲共同利益防务项目，这是该项目首次向乌克兰和挪威开放参与。此外，欧盟还设立加速国防供应链转型基金，提供1亿欧元用于对防务初创企业进行股权注资。欧盟国防专员库比柳斯表示，希望制造商提高生产及交付速度，以满足乌克兰与欧盟的战备所需。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局势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